如果我问你，当今欧洲的国防力量，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德国精工打造的豹二坦克，是法国优雅而致命的阵风战斗机，还是英国历史悠久的国防工业？这些都是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印象。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正在被悄然颠覆，如今在欧洲防务版图上最抢手的香饽饽，居然是来自遥远东方的韩国武器，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没错，你没有听错，一场由韩国制造的武器寒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整个欧洲。从波兰到罗马尼亚，再到挪威和爱沙尼亚，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放弃德国、英国这些传统老牌军火商，转而将数百亿美元的订单投向了韩国。这些交易不是象征性的点缀，而是实打实的数百辆主战坦克、数千枚精确制导导弹和先进的自行火炮。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韩国？欧洲这个拥有北约最成熟、最完整军工体系的大陆，为什么会集体东望，将自己的国防安全部分寄托在一个亚洲国家身上？韩国武器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魔力？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剖析这个现象背后的真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韩国的国防工业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三级跳。它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武器出口国，一跃成为在欧洲这个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军火市场里搅动风云的重量级玩家。要理解韩国的这次华丽转身，没有比波兰更好的案例了。2022年，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整个欧洲都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而作为北约东部门户的波兰，其不安全感更是达到了顶点。就在这一年，波兰政府与韩国签署了一份堪称其现代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军火协议，总价值超过150亿美元。我们来看看这份超级订单里都有些什么。首先是180辆 K2 黑豹主战坦克，这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一，性能足以与德国的豹 2A7 分庭抗礼。672门 K9 雷霆自行榴弹炮，这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明星火炮，以其出色的射程、机动性和自动化水平而闻名。48架 FA50 轻型战斗机，对于那些预算有限但又急需更新空军的国家来说，它是一款极具性价比的小 F16， 以及288套 K239 天无多管火箭炮系统，这是韩国版的海马斯，能够发射多种精确制导和非制导火箭弹。请各位注意，150亿美元还仅仅是第一阶段。根据后续协议，波兰最终计划装备多达1000辆 K2 和超过800门 K9 榴弹炮。更关键的是，其中大部分武器未来将在波兰本土进行组装甚至生产。韩国公司将向韩华转让关键技术，帮助波兰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这意味着波兰不只是在购买武器，它是在压住一个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波兰或许是韩国在欧洲的旗舰客户，但它绝不是唯一的客户。这股寒流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挪威早在2017年就在激烈的竞标中选择了韩国的 K9 火炮，放弃了德国和法国的竞争对手。如今，经过极地环境优化的 K9 VIDAR 版本已经在挪威版本中全面服役。芬兰在感受到来自东边的巨大压力后，也订购了48门 K9， 并持续扩大与韩国的防务合作。爱沙尼亚作为北约抵御俄罗斯的最前线国家之一，在2023年也加入了 K9 俱乐部。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北欧国家在身边就有德国等传统火炮强国的情况下，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韩国的火炮系统。时间来到2024年，韩国的韩华防务公司又与罗马尼亚签署了一项重大协议，同样是供应 K9 榴弹炮，并且同样包含技术转让和本地生产。罗马尼亚还在积极研究引进 K2 坦克和天无火箭炮。如果协议最终敲定，罗马尼亚将成为韩国武器在欧洲的第2大客户，进一步巩固首尔作为北约边外军火库的特殊地位。放眼整个中东欧，那些曾经依赖苏式装备或老旧西方武器的国家，如今都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韩国。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这份名单还在不断变长。趋势已经非常清晰，韩国武器正在赢得欧洲的青睐，凭借的不仅仅是价格，还有性能和惊人的交付速度。那么核心问题来了，为什么是韩国？这些欧洲国家为何集体转身，拥抱一个非传统的合作伙伴？答案可以归结为5个关键因素。第一，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超高的性价比。用一句我们都懂的话来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韩国的 K2 坦克、FA50 战斗机等平台在提供尖端性能的同时，其价格却远低于西方的同类产品。举个例子， K2 黑豹坦克拥有主动防御系统、复合装甲和自动装弹机，在核心性能上与德国最先进的豹 2A7 坦克不相上下，但它的采购成本大约只有后者的 70%。 再比如 FA50 战斗机，它虽然没有5代机的隐身能力，但它拥有现代化的航电系统，强大的对空和对地攻击能力，而且维护成本低廉，对跑道要求也低，其综合成本不到 F35 的一个零头。简单来说，韩国军工提供的是一个花 50% 的钱获得 80% 性能的解决方案。
对于那些国防预算紧张但又面临现实威胁的欧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第二，闪电般的交付速度，实现即插即用。这一点可以说是韩国军工的杀手锏，与欧美军火商们被频繁的官僚程序和常年积压的订单拖累不同。韩国能够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交付。当波兰在2022年签署协议时，第一批 K2 坦克和 K9 火炮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运抵了波兰港口。韩国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先从本国军队的库存中挪用了一部分，同时国内的生产线马力全开，迅速扩大产能以满足出口需求。相比之下，如果从美国或德国订购武器，从下单到接收第一批货，等待3到5年是家常便饭。对于那些家门口就面临着战争威胁的国家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时间就是生命线。韩国的速度恰恰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第三，慷慨的技术转让和本地化生产。韩国的韩华、KI 等军工巨头在合作模式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他们非常愿意与客户进行联合生产，共享技术，甚至是帮助对方建立完整的本土生产线。这背后是一种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智慧。波兰已经在本土建造 K9 火炮，并准备生产 K2 坦克。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能为客户国创造就业，提升本国工业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种深度的战略捆绑关系。这一点是许多高傲的西方军火商所不愿意提供的。第四，经过实战检验，且与北约系统无缝兼容。韩国武器并非只是样子货，尤其是 K9 火炮，长期部署在朝韩边境这条全球最紧张的军事对峙线上，并多次在小规模冲突中参与实弹还击，其可靠性得到了检验。更重要的是，韩国正在积极地将其武器系统与北约标准进行对接，出口到欧洲的 K9 火炮都换装了北约标准的火控系统 FA50 战斗机，也正在升级北约通用的猎鹰16数据电、空中加油能力和精确制导武器。这意味着韩国武器可以像一个 U 盘一样，直接插入北约的联合作战体系中，这对于强调联盟协同作战的北约来说至关重要。第五，相对中立的地缘政治色彩。与购买美国或法国的武器不同，购买韩国武器通常没有那么多政治附加条件。首尔不会对武器的最终使用进行过于严苛的监控，也不会强加各种外交政策条件。买家在获得先进武器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韩国本身又是美国在亚洲最信任的盟友之一，这打消了北约成员国对其武器在技术标准和战略立场上的担忧。韩国巧妙地在这种平衡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韩国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里建立起如此强大的国防工业的？就在不久前，韩国还是一个主要的武器进口国，其军队严重依赖美式装备。但从近几届政府开始，首尔开始有意识地逆转这一局面，通过对本国国防企业的大力投资，鼓励自主研发，并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军事需求来驱动技术创新。韩国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能够支持大规模生产和快速出口的完整军工生态系统。如今，像韩华、KAI、LIG、NEX1 和现代罗特姆这些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已经成长为全球军火市场上的重要玩家。在他们的背后，是韩国政府提供的强力金融支持、灵活的出口政策和极具侵略性的全球市场营销。到2023年，韩国已从10年前的世界第18武器大出口国跃升至第8位，而他们的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冲进世界前5。要实现这个雄心，欧洲就是那块最关键的跳板。欧洲正在重新武装，而韩国正在为他们提供武器，从坦克到火炮，从战斗机到火箭弹，韩国制造正在塑造北约的东部防线。但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军火采购，它背后是一次深刻的战略转变。欧洲正在尝试摆脱对传统供应商的过度依赖，转而拥抱一个来自太平洋的新伙伴。一个属于韩国国防工业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现在的问题是，这股浪潮能走多远？首尔会成为下一个民主兵工厂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动荡世界中一次短暂的由特定地缘政治危机催生的特殊现象？无论答案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未来的世界防务版图上，韩国已经是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名字。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个正在崛起的军工新贵。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